巴菲特说啊，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喜欢挣快钱。哈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再朝九晚五的频道。上次和李宁聊到了巴菲特原则，今天呢，我们要坐下来聊一聊作为华尔街没有背景的普通个人投资者，我们总想学巴菲特，但为什么99%的人都在亏钱？今天的对谈呢，我们会聊到芒格给巴菲特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反转点，同时我们还会复盘半年前我们是如何在群里面，特别是李宁他在群里面是如何抓住这个被市场恐慌错杀的抄底机会的。这纯属干货分享，建议点赞、收藏和订阅，可以反复看。林弟兄，你刚才说那个就是巴菲特说的那个什么 good price，和这个 good value， 你能不能再把它说一下？好的，就他的原话我没有记得那么准，大致的意思就是，你买一个公司的股票的时候，或者你买一个公司的时候，你用 fair price 去买一个 good company，而不是用一个 good price 去买一个 fair company。fair company 的话呢，就是这个公司一般般，你又花了个好价钱去买去，对吧？这就不行了。你要是用这个一个 fair price，一个比较合理的好的 price，去买一个 good company，这就能让你盈利。它大致是这么意思。对，这就是这对我们也是个启示，对吧？对我们小的投资人也是个启示，就是我们要买 good company with fair price， 对吧？ fair price， 它这个 fair price 实际上呢就是指的合理，就是公平的价格，或者说甚至 discount 更好，是吧？对，是这么个意思。对，我记得这个，我以前读他书的时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巴菲特他最早的时候，他在认识这个芒格之前，他好像有一段时间，他是专门去找那些就是说是 beating down 的 company， 他自己把它称之为是捡烟头的，对，这样一个炒作方法。对。但是这个芒格给他一个很好的提醒，对，就是说你要找这个好的公司，对。因为买股票就相当于是一个好的公司，对，即使是价格是 fair price， 对，但是其实是更好的投资，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当中可以学到确实是挺好的，是这样，而且就你仔细想一想，就是是一个好的公司的话，它价格有时候很难下来的，对吧？就很难被打得很低的价格，所以你要用 fair price 买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也是只要它增长快的话。这也是可以的。他捡烟蒂的话，我再想这个补充一点的，就是他当时受他的这个老师的影响，对吧？受 Ben Graham 的影响。Ben Graham 是大萧条时候几乎快破产，他发觉的话呢，我要买公司，我要买 deep value 的 company，deep value。那么 deep value 的 company 的话，它这个一个 stock price， 像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 price 低的话呢，它有它低的原因，对吧？如果它这个被打压成那么低的话，如果你对它生意没有了解那么深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死公司了，或者就是一个 trap， 对吧？对 value trap 了。那么你买了以后呢，你可能就会这个没有太大的前途。当然，巴菲特他用的是 deep value， 他是让他只要赚钱以后，他给他他就给它卖掉，对吧？他通过这种方式，只要他上来我就卖掉，让他们卖掉。但是那样很费时间，对吧？对。你要一个一个去找要花很多时间做很多工作，还不如就买一个 good company with fair price。对，这是芒格对他的一个我觉得就是好像大概半年1年以前，你在我们那个股票投资群里面。Line 股票投资群里面，当时就说这个 Google， 当时被 beaten down， 对，因为好像是当时是担心它这个AI 出来以后，就是像什么 ChatGPT， 就会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把 search 这个 function， 就是用AI
ChatGPT， 然后呢，这样的话 Google 它就会失去很多的广告的这样的费用的这些来源。所以 Google 它当时是这么说的啦，是吧 ？Google 价格下来的时候，你就说要买。对。现在证明你这个确实是在这方面确实是看对了，就是一个好的公司。你像当时如果买的话，现在又是在这个7强股票里面这个它现在又是一直在涨，是吧？对，这个确实是很不错的。谢谢。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的这个我们 individual investor 的话呢，我们个人投资者的话呢，我们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这个就是金融分析。公司的这个金融分析这种训练，对吧？对于这个 valuation， 对于这个如何评估一个公司的这个价值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都很多都不在行。我呢，我比较这个这是我自己发掘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这实际上也是巴菲特对我一个提醒。巴菲特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读这个，他每天就翻这个 value line， 对吧？一天要翻几百页多少页完了从中去找到好公司来。那么 value line 我没有读过 ，value line 我认为也是会告诉读者，哪些公司是 value 存在 value， 哪些公司是超过 value 了，很可能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呢，就是我发现我呢就正好我是感觉到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评估这个公司的价值，那我就借用这个 Morningstar，我订阅 Morningstar， 那 Morningstar 他们有analyst 专门分析，对吧？他们可能不一定是华尔街最好的这个分析师，对吧？或者最精准的评估，但是他们不会差到哪儿去，比我们要强多了。那么当时的话，Morningstar 就也等于在 yearling 在叫了，就说的 screening， 就说的这个 Google 是 undervalue，Google undervalue 的。那么我仔细读他的报告的话呢，我们自己再做个判断，是吧？Google 是不是这个 undervalue 的？那就可以就是这个也是给我们 reinforce 我们自己，我自己又进了一些个，但是 reinforce 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不至于恐慌把那些手里有的卖掉，对吧？这是一个，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们individual investor， 我们有自己的局限性，那么要借用这个华尔街的这些个分析报告，来帮助我们做判断，这是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等于是，对，是的，就是最近我也读到，就是说，好像是 Amazon 的 CEO， 他问这个巴菲特，说的，你这个方法，你这个理念，很多人大部分投资者都听到过，为什么就是很少真正有几个人能够？就是为什么他们就不这么做呢？这么做大家可能都能够就是很容易就挣钱了嘛。巴菲特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喜欢挣快钱。对，这个耐心，刚才说的耐心，这是一个投资当中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有，就是只有很少数的人真的是有这样的特质。可能这个东西恐怕不一定人人都能学得到。是这样的，是不是啊？是这样的。他能够，对啊，你像他他现在手上拿这么多Berkshire Hathaway， 对，他手上能够拿这么多 cash，在这种情况下面，很多人，他肯定是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时间，就是他也有被别人嘲笑的时候，他不能够逼得这个 S&P 500，甚至可能连续5年10年落后于 SPY，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你能不能够还能够就是说坚信这样的理念，这才是真正一个投资者的一个真正应该拥有的素质。今天通过和李宁弟兄的对谈，我自己也感触很深。普通人投资不需要你是数学天才，但需要2样东西。第一，你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学会借用专业报告，比如 Morningstar 来对抗恐慌。第二，要戒掉挣快钱的欲望，用合理的价格
和投资伟大的企业，来一起慢慢变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对谈对你的投资心态有所启发，请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你觉得现在的科技股里还有像半年前谷歌那样被错杀的 Good Company with Fair Price 吗？我们下期就给你分析一个，敬请关注。